蒋毅，他人呢？没找到，昨天还见他了，今天突然就消失了。肖北明，人应该还没有走远。方英，你去营里打听一下，看最后哪个兄弟见过师兄。好。童双，你带几个兄弟去各城门询问一下守城门令，看有没有见过师兄出城。如果没有，派人在那盯着。好。师妹，你去师兄家里看一下吧。方守则，把营里的兄弟都派出去，全城搜索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好。最后有人见到蒋捕头是在今天早上。我问了所有守城门的门吏，他们都没有见过蒋捕头出城。不到一日，应该还在城内。方隐已经带着人在搜大街小巷了，再等等吧。蒋师兄家里聒噪冷清，看起来像是几日没回来了。我还在他书桌底下发现了东海荡寇纸。我记得，师兄是个孝子，在3年前，他母亲还生过一场大病。钟捕王之前让营里所有的兄弟凑钱替他老娘治病，听说这些年他一直把老娘带在身边伺候。就算蒋捕头把自己藏起来，也不可能带着年迈老娘东躲西藏的。聒噪冷清，母亲年迈多病，且行动不便，今日家中无人，又没有出城迹象，莫非家中出了什么变故？肖师弟，我知道你能找得到我。自从你现身，又被方守则带回了神捕营，我就知道这事儿啊，再也瞒不住了。我做的事儿我认，其实也没想躲着你们。你为什么要把消息透露给叶煞？你这样做可对得起神捕营？你对得起我爹吗？如若不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愿意这样。我有罪，你们抓我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娘病重，瞧病得花银子。我之前在各方当过差，懂节语，所以就干起了抄书的营生。我知道不对，所以我送出去的书从来不牵扯人命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。那你为何还与黄无常合奏？他是重犯。是重犯，可后来我娘的病是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开始吐血，她每天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。郎中告诉我说，瞧病得需要50两银子，如果再不看的话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你们是最清楚的，你说我一个捕头能赚多少银子呀？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无常的同伙找到了我，让我弄出押解黄无常的路线。我是真没辙了。我为了我娘，决定铤而走险。诸葛彤想收买我，替他在安贞营做事儿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假装的投诚于他，套出他的话，推断出参本是何书，然后用饵料又来的信鸽盗取了各书，将黄无常的押解路线卖给了黄无常的同伙。可能是罪有应得吧。我虽然拿到了那50两银子，我却没救了我娘的命。身为捕头，却知法犯法，这是我应该受的。你跟黄无常是如何交易的？在什么地方？交接之人是什么模样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你是叶煞，他怎会亲自来见你？你还不够资格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这是安贞营的传输路线，里面的密语我已经翻译好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跟我接触的是他的一个手下，他戴着面镜，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，还有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贝壳形状的饰品，样子很特别，在京城不常见到。我能告诉你们的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走吧，师兄。我看着萧师弟虽然身在牢狱，带着镣铐，但好像还是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师弟。好像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了。但是只有我蒋毅，你们这个老师兄啊，回不来了。造化弄人呐！方首座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兄弟，对不住了。同学们。方首座，我能不能在走之前，再给我娘磕几个响头啊？
镊子，镊子！老畜生和师兄的尸体上都有这种晶石，绝不是巧合。难道这世上真有能用雷电杀人的艺术？如果真的有这种艺术，那背后施术者会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杀了老畜虫和蒋毅啊？难不成是叶煞为了杀人灭口？蒋师兄见过黄无常的手下，有被他杀的可能。可老臭臭，叶煞还要留着他炼丹，不会杀他呀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他是童寿将，或许他知道晶石是什么东西。什么是童寿将啊？你有见过庙宇宫殿的飞檐上修筑的铜兽吗？你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以前在书里面看过，铜兽的舌头是金属做的，用来引雷，里面有一根铁管，一直通到地下，是用来避雷和防火的。你看，还是霍小姐聪明。铜兽将顾名思义就是制造铜兽的匠人，也是最能跟雷电打交道的人。雷电之事，问他们准没错。蒋师兄说黄无常还有个同伙，穿黑袍戴面纱，脸上还有疤，脖子挂着一个形状奇特的贝壳首饰，这应该是个有用的线索。我倒是知道有个去处。我已经有那个东西，把蒋毅杀了。大人委派属下的任务，属下已经完成了。大人答应过我，任务完成后，便放我一条生路，让我和妻女归隐山林的。可神捕营和暗真营还在调查，你若现在归隐，要是被查到，我该如何相信你不会泄密呢？死人才不会泄密。大人饶命啊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看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我不会杀你。你最好给我机灵点，你妻女的命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主公的仙药马上便要炼成，这次不能再失误，否则我们都别想活命。是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带我们见的人是谁啊？这么神秘。此人叫焦野，是铸铜兽的顶尖高手。他可以根据房屋高低、形状不同、气候环境，做出不同的铜兽。凡是安装了他铸的铜兽的建筑，从来就没有被雷击过。就连皇宫都邀请他修筑铜兽。这么厉害，那看来我们这次肯定找对人了。童兄，你看起来忧心忡忡的，找这个焦爷帮忙，怕是没那么容易吧？又被你猜中了。但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找他了。走吧。这个月的单子已经做完了，不接新活了。焦爷，最近可安好啊？是童捕快啊？是，我今天带俩朋友来，有东西想找你看看。你能来，我很意外。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这可是个稀奇东西。焦爷，你给个痛快话，这东西你认不认识？是不是刚拿到手的时候，闻到一股甜腻的味道？焦爷，看来我们没有找错人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们得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焦爷，您这是？1个月前，我在做工的时候，不慎从房顶上掉了下来，
这个铁针刺穿我的颅骨，没有伤到大脑，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可是郎中说，这个东西不能拔，拔了就必死无疑。我脑袋上带着这么个东西，一旦发作起来，我就头痛欲裂。我要喝好多止痛酒才能缓解痛苦，我真是受够了。受够了这个折磨了，我找了好多人，他们都不敢拔。你们不是想问那个东西吗？只要你帮我拔了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们。其他郎中都不敢拔，那我们怎么敢啊？疯子，你是医者，你劝劝他。你懂医术，你能救救我吗？您这风险可不小啊！那你快告诉他，有几成把握？不足5成。焦爷，这东西留你脑袋上，我觉得最安全了。这东西没扎在你脑袋上。焦爷，您莫激动，我能帮你拔。疯子，这东西要是拔不好，我们就是凶手啊！你尽快拔，我不要你担责任。我可以写份遗书，保证你们清白。你不是想问我这个东西吗？你有求于我，必须先帮我办这件事。焦爷，我帮您拔，并非只是为了所求之事，而是医者仁心，岂能坐视不管病患之苦为生死之责？况且您头顶上顶着这个，也命不久矣。这事危险甚大，我需要您一句话：拔吗？一旦我拔出铁旗，落下金针，你们要立刻服药止血，绝不能耽搁。好。焦爷，想想您平时还有什么憾事，告诉您一个办法，在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想想自己的遗憾，就会有活下去的动力。我想去正德门城楼上吹吹风，因为那上面有一个铜兽是我做的。那是我这些年铸得非常满意的一尊。钟捕快，请您过目。要说这贝壳制品呐，您可真是问对人了。纵观整个京城，恐怕只有小店之中才有啊。金掌柜如此肯定啊？那是自然的。您有所不知，其实佩戴着贝壳首饰，乃是东海一带的习俗，寓意吉祥平安。但加工贝壳的工艺呢，却只有蓬莱的匠人才懂得。纵观整个京师之中啊，也只有小店之中有那么一位蓬莱的匠人呐。那麻烦您把他叫来，我有话要问问他。当然没问题。您请便。来人。焦爷，我把这副药的药方和剂量都写在纸上了，半个月之后便可好，半年之后便可与常人无异。那我也要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们。我们铜兽匠都知道，京城东边有座山，它特别诡异，一到阴天下雨就遭雷击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管它叫骊山。我对这个骊山很好奇，经常四处打探研究。后来，在一本古籍里看到，有一种传说之物，一遇到阴天下雨就会遭雷击，而这个传说之物就来自于骊山。那传说之物名曰骊金，虽然是金属，但宛若油脂，平时看上去与普通水银也并无不同。但是，一旦进了人畜体内，遇上阴天下雨，就会引来雷击。骊金遇上雷击以后，就会出现
像你们刚才给我看到的那个彩色的晶石，便从人畜的身体中显现出来，还伴随着甜腻的香气。这普天之下竟然有如此神奇之物！既然这丽晶如此难寻，您可还见到有其他人用过？珊瑚行的猎户在1个月前叫我帮他打造一尊铜兽，我在偶然间发现他使用丽晶狩猎，没想到传说中的东西居然在现实中存在。我由于好奇，就上前多问了他几句。1个月前，难道是您受伤那次？是在第2天做工的时候，我便从房顶上摔了下来。这事儿恐怕不是不小心，是有人存心加害于你啊！加害我？那个猎户，我平时看他跟老婆孩子都非常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。你说他为什么要害我？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丽晶既然能拿来打猎，也可以拿来杀人。况且你还看到过他丽晶打猎的样子。那你好生调养，我们这就去找他。等等，切记，一旦丽晶进入体内，阴天下雨不要出门，要躲在密闭的房间里待够12个时辰，等丽晶在体内消散后方可出行。多谢教爷。刀疤脸，对，他戴着面巾，额头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。我不认识他，只是口音上能听出来，他和他夫人啊，应是小人的同乡。您说的这贝壳饰品呀，那就是他夫人特地找小人定做的。您可知他现在住在何处？这不知道，但看打扮，他们应该是山里的猎户。猎户？对。我们两边查到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，一定是他没错。他手上有丽晶做的武器，等我抓捕的时候，你们跟在我屁股后面，就算要劈也是先劈我。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？来了。哎，童双，周围人太多了，以防万一。霍姐姐，你先回神捕营叫人，我们盯着他，一定要小心。注意安全。出来了。神捕营的人来不了那么快。周慕寒，现在怎么办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跟上他。别去，疯子，他有办法。嘿嘿，老兄，老兄，什么事儿？哦，我和家人走散了，这深山老林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想和您打听一下路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这有地图，您方便给指条道吗？好啊。我猜你是想问我神捕营在哪儿，对不对？风无错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快追！他躲起来了，他常年在这里打猎，熟知这里的地貌环境，凭我们2个是找不到他的。这样，我在这看着，你去把神捕营的兄弟叫过来搜山。放心，他武力不高，
我一个人左翼。多加小心。公子，霍小姐刚刚告诉我，黄无常可能躲在骊山上，神捕营的人正在集合人马，准备围山。骊山，这消息会不会有诈？绝对不会。他们怎么会好心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？一报还一报呗，现在应该是福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赶紧给我放出去，我要跟首座汇报此事。可是陛下谕令，现在管什么谕令啊？再晚一步，黄花菜都凉。快点，开锁。首座，属下把人带来了。同说还没有找到吗？山上突然起了大雾，已经派出好几波兄弟了。别说同霜，一个人都没下来。这山还能吞人不成？说，要不咱们还是先等援军吧。等城卫军的人一到，把山一围，我不信他们不下来。方首座，同霜还在上面呢。情况危急，我们来不及了。方首座，让我上去找吧。属下愿意同去。属下愿意同去。我也去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去，我也愿意。方首座，记着，都得给我活着回来。走。此处雾大，大家小心一点，向我这集中。同霜应该就在前方，我们接着往上走，小心脚下，小心一点。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。这个蠢货，受了伤竟然还敢往这里跑，平白无故引来捕快，
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各位，我怎么感觉咱们刚刚走过一遍了？这里啊！哎，快看！难道真的有鬼打墙？别怕，是我们到地方了。什么地方？镇里。我们之所以会迷路，是因为这骊山上被施了阵法。阵法？这世上还有阵法？确实有。传闻中，前朝有一个将军以地势为阵，将数千名敌军困在一处10天10夜。所谓阵法，也不过是利用着山中大雾，还有周围环境蒙蔽双眼罢了。这么说，你已经……大家跟紧我。走。把他扶下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就是你，给我上！上！我都忘了你已经恢复武功了，也该我保护你了。都给我杀了，一个不留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反正又不是第一次，你们知道，你们拿我没办法。进了神捕营大牢就知道了，你又不是没进过。我知道你不是夜叉，真正的夜叉到底是谁？他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保你不死。你们不是查到海牙了吗？
主上就在海洋，有本事你们就去海洋把他找出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辽。以后就跟着我吧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主上，我要做什么？复仇。跑！跑！你醒了，吓死我们了。霍姐姐，我师兄呢？又被神不营带走了。哎，你慢点。你现在还很虚弱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钟不快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师兄。现在恐怕不行。什么意思？方守都下命令了，不许任何人见他。为什么？那黄无常死不是时候呗？这黄无常一死，大哥的嫌疑更洗不干净了。还有那个诸葛老东西，一直盯着申不赢，说要什么上报刑部协审大哥。那方守作也没办法呀。黄无常是死了，可他死之前不是说叶莎在海牙吗？你们都听到了呀。这不就是证明师兄不是叶莎的口供吗？你说的是没错，可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们几个听到了，我们和萧大哥的关系众人皆知。当不了证人，我还是要去找方守作，跟他说清楚。许曼，现在找方守作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大哥，萧大哥，没事了。不是说把你抓到神捕营不让你出来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逃出来的。逃出来的？什么？萧大哥，你疯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有人帮了我。叶莎在海牙，这是黄无常临死之前跟你说的？我实在没想到，黄无常会用这种方式自尽。这个人死了，事情就更麻烦了。现在诸葛通一直在推动刑部会审，我虽尽力拖延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你洗脱罪名。一旦定罪，你将万劫不复。我明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放你走，其他人我已经调出去了。放我走？如果这个世上还有谁能够阻止叶莎，恐怕只有你了吧。
这全京城。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么用沈弼假死来骗过叶莎的吗？我也会用相同的办法，找一个死囚来替代你。可这太冒险了，一旦会审，立马就会露馅。我会上报刑部，说你得了瘟病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。那帮人贪生怕死，不会冒这个险。但是这个办法拖不了太久，我最多只能给你半月时间。半月之内抓到叶莎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这太冒险了，一旦被发现你私放要犯，可不是革职查办，而是会将你处死。总得有人要做点什么吧。小北平，我发现你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很像，都一样的聪明，但是也都一样的感情用事，做事不管不顾，经常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。当年他曾经跟我说，对错比生死重要，我不同意。因为这个跟他经常起争执，现在我岁数大了，我反而开始越来越理解他，甚至于有些羡慕他。我窝囊了一辈子，相信你是我做出过的最出格的决定。没想到，方守作会做这样的事。我就知道，我没看错方守作这人。他这么讲义气的话，他出事儿，我可以为他拼一次命。哎，就一次啊，就一次。现在我们背后除了方守作，还有很多人，我们一定能击败叶莎。外面情况如何了？黄无常的尸体被安正英带走了，那些黄天余孽呢，被抓起来了，还在审。刀疤脸的妻女被救出来了，也证明刀疤脸是被胁迫的。丹药呢？如何了？丹药被击毁了，坏了。黄无常用力精来炼丹药，而老臭虫的体内正好也有力精。我怀疑，老臭虫服下的丹药和黄无常炼制的是同一种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老臭虫体内的力精，就是来自于他最后服下的丹药。这老臭虫的尸体我还是要验上一验。哎，那尸体还在安贞营呢。这个好办，我来想办法。多吃点。这诸葛半夏要是知道我们把安贞营当成自己家，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的，他那只好的眼睛估计都得气瞎了。要我说，诸葛孔明现在已经被放出来，我们就不要再费尽苦心的偷偷摸摸潜进去看了，让他带我们进去。不是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算诸葛孔愿意帮我们，那让师兄冒险进安贞营，万一被发现了呢？那神捕营怎么办？尸体是要验的，只不过不在安贞营验。大哥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明白。童生，等会儿吃完饭你帮我准备辆马车。行。慧瑶姐，
吃完饭你帮我转告一下诸葛孔云，就跟他说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？等会儿带你去，吃饭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。嗯。你之前就一直在这儿跟诸葛孔云见面？风波回案之前偶尔回来，看来他已经到了。这是？你不是说诸葛孔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，为了吸引凶手出来，用受害人作饵，后来受害人受到了惊吓，患了癔症，再后来癔症发作，不幸落水而亡。他的母亲悲伤至极，哭瞎了双眼。这是那个受害人的母亲。这么多年，是诸葛孔云一直在照顾他。快了，快了！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很久之前，偶然得知的。你知道诸葛孔云这个人脾气有多古怪，打死都不让我告诉别人。你也喝点灵液，我给您扇扇，凉快吗？没事。灵液。哎呦，这声音像是北冥来了。北冥啊！我来看您了。哎呦，北冥啊！灵爷。北冥啊！灵爷，您身子可好？好，我好着呢。我问孔云好多次了，可他每次都告诉我，你去抓坏人了。哎呀，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你，我可担心了。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没事，灵爷，我好着呢。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。哎，好啊！对了，你们俩肯定有事要聊，我也有点累了，我回屋歇会儿啊。灵爷，要不我陪您吧？哎呀，有生人呐！钟雪曼，您知道的那个？哟，真的，钟姑娘，北冥的媳妇。北冥跟我说过，等把你娶进门以后，就带你来看我。这一晃3年都过去了。我错了，灵爷，我这不一回京就带他来看您了吗？钟姑娘啊，走，屋里请，屋里请，走。哎呀，真好。小心台阶。没想到方天正竟然把你给放出来了。方首座虽然为人谨慎，但也是个有骨气之人。谢了，没把我的事告诉灵爷。早知道我就把你给抓了，就告诉他你因公殉职了。钟姑娘，我总听他们俩提到你。他们俩没说过我什么好话吧？哎呀，都夸你好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成亲这么久了，没要个孩子吗？他一直在忙公务呢。哎，你们呀，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，这心里总装着大事，不是宫里公道，就是大齐百姓。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恶事怎么可能除得尽？那坏人又怎么可能抓得完呢？有时候你们自己都忘了，你们不过都是些孩子而已。别把什么重担都担在自己身上。更不要等到哪一天失去了，后悔了，才明白这身边的人才是最珍贵的。你说我现在要把你抓回去，沈捕营是不是就彻底完蛋了？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诸葛公子，大可一试。说话阴阳怪气的，真是惹人讨厌。
有事儿求我？是。老臭虫的尸体。不止。方天正冒险把你放出来，说明你跟他说了不少事情。可我不是方天正，说给我听听看，看看你能不能说服我不抓你。这北冥能遇到你，真是他的福气呀。这孩子呀，就像那铁皮包着的棉花，看着刚硬，但是这心呐，太软了。俗话说，过刚则易断，若是他撑不住了，铁断了，那小小的棉花可就散了。钟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他，别让他太过执拗了。放心吧，林姨，我会看着他的。哎，你是说叶煞想要利用黄无常和老臭虫炼制的丹药做些什么？所以要尽快查验老臭虫的尸体，来证实我的想法。可海牙的线索也很重要。当年在参风甲服役的兵士，军部没有任何记录。霍宗耀的案子还是留下了很多端倪，因为他曾经在军中任过要职，这说明朝中还有人跟参风甲有关。没错，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你是想让我帮你查一下，还有没有值得海牙线索的人？我如今的身份，查起来会非常麻烦，处处受阻。我思来想去啊，还是诸葛公子最为合适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救了你这么多次，这么大的人情你就想欠着？诸葛公子，您想怎么着？等抓到叶煞，你冤屈洗脱的那天，我要你给我牵马，顺便昭告天下，我诸葛孔云比你萧北冥更厉害，我才是大齐第一神捕。可行？诸葛公子，这几年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走不到这一步。这大齐第一神捕，你早就当之无愧了。少来这套，我就问你答不答应。好，好，那我就等着那天。我会尽快安排你验尸，追海牙线索的事儿，等消息吧。林毅的事儿，唉，等我抓到叶煞后，我会叫师妹替你保密的。在马车上也是，我还是第一次，得抓紧些。诸葛孔云只给我们争取了1个时辰，夜晚还要把尸体还回去。明白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和我们想的一样，除了丽晶，还有赤晶。老臭虫的心脏怎么肿胀得如此之大？师妹说，老臭虫死的那天服下丹药后，其内力之强，足以一击将他致伤。老臭虫不善武啊！若服下此丹药之后，他便能拥有压制钟捕快的力量。此丹药批量生产，岂不是要天下大乱？这很可能就是叶煞的计划。不对，老臭虫的心脏肿得如此模样，哪怕他片刻拥有那样的力量，可不久之后他便会心脏爆裂而亡。就算丹药能批量生产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我猜这丹应该尚未完成，所以那天在山顶上，黄无常逼迫童双服下丹药，就是想验证此丹药的威力。可老臭虫是懂药理的呀，此丹药尚且是半成品，毒性之大，无解药可逆。他明知服下之后，哪怕能暂时脱困，片刻之内也是必死无疑。他为何还要服用？这也是一直困惑我的地方。师妹说，老臭虫生前说了很多疯疯癫癫的胡话，看来还是得去海牙一趟。
吴追，吴追是何人啊？诸葛孔云查到的线索应该和参方甲有关。吴追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？当然耳熟，他可是大齐响当当的人物，也是我平生最敬畏的人之一。大哥，你知道此人啊？他本是苦寒出身，却有一身傲骨。当年刚刚登科，却敢在大殿之上面对先皇针砭时弊，直言国策有误。其后更是痛斥群臣，说上不能匡主，下王爷一民，皆尸位素餐。啊，这么猛啊！那先皇没有砍他脑袋？先皇爱才，认为他只是一介书生，只会纸上谈兵，便将他派去边疆从军，想杀一杀他的锐气。殊不知，吴大人并非赵括之流。他在边疆数年，一袭白衣，手不持刀，身不沾血，仅靠一指一笔神谋诡算，便数次击退来犯之敌。这么厉害，那兰花阁上应该有他的名字啊。先皇病逝后，他勒马归朝。后来陛下登基，他并未在朝中任职，而是请愿手持王杖，作为使臣出使各国。他在西域游历多年，在暗中不知道为大齐平定了多少纷争。那确实是个传奇。诸葛孔云在来信上说，吴追半年前病重，陛下命他回京休养，现住在京郊的一处农院里。也许是当年他在边疆从军的经历引起了诸葛孔云的猜疑，怀疑他跟参方甲有关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师妹，这一次让我去吧。你怎么能够一个人去呢？萧大哥，如果这位吴大人真的跟参方甲有关，那他很有可能是叶煞的下一个目标。我们是不是……沈大人之事不能再重演了。叶煞的手下如果还在京城，你们的一举一动也会被时时刻刻盯着。而我，此刻应该在神不营大牢，所以只有我最为合适。再说了，我现在病已经好了，内力也恢复了，就算我真出了事，我也有办法逃走。童双，你帮我背辆马车。好。放心。老伯啊，公子何事啊？来找个人。公子要找何人呢？找您，吴大人。你认错人了，老夫就是一个庄稼汉，哪有什么吴大人呢？公子，雨下这么大，赶紧回家躲雨去吧。传闻在居庸关之战中，您不幸被流矢射中腿部，留下残疾。是在我看您走的那几步，伤的应该是右腿吧？寻常农夫手上都会有茧，但大多在虎口，而您的却在手指指尖，这是常年握笔写字才会有的。而且，您身上这股杀气，可不是这件蓑衣能够遮住的。你是何人？找老夫何事？神不营捕快，有要事相随，烦请吴大人寻个静僻之处详谈。你有这般洞察推理之能，应该不是籍籍无名之辈。巧合的是，我所知大齐之天下年轻人当中有2个人有此本事，一个是暗真营首座之子，号称大齐第1神捕；一个是中捕王之徒，现在却是大齐第1罪犯。你刚刚拿出神捕营的令牌，应该不是诸葛家的公子。吴大人果然厉害，晚辈萧北明。走走走。
此刻你应该是在牢中才对，看来是神捕营出了大事啊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晚辈冒险前来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你是来杀我的？胡大人误会了，晚辈夜煞的罪名乃是被贼人陷害。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是来探寻一些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海牙。你知道多少？胡大人应该跟我师父、霍宗耀将军，还有苗杰大人，都是当年的参风甲。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是为了探寻参风甲和海牙城的真相。看来你还是查出了不少东西。我的那些老哥哥可能不明白，就算是死了，这些事情终究还是瞒不住我。胡大人，嗨，我曾以性命起誓，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海牙的任何事情。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如果你是夜煞的话，老夫这条老命，你倒是可以拿去。胡大人，晚辈并非是夜煞，这并不重要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离开。胡大人，夜煞背后有巨大的阴谋，一旦他的阴谋得逞，整个大齐必遭劫难。胡大人，您为大齐殚精竭虑，绝不想看见这一幕发生吧？有些劫难是命中注定的事，人力不可阻。你以为你是在查案，但你不知你所查的事情，日后在大齐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你和夜煞并无不同。胡大人所言，晚辈并不认同。这世上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劫难，只有人心诡变。而能阻止他的，唯有公道。这么些年，支撑晚辈活下去的，也是公道2字。胡大人，晚辈不会杀您，但在问出真相之前，晚辈也不会离开。随我来。胡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我在下毒，一种剧毒。我一生遇到无数死局，但皆有应对之法。这杯毒水，便是我给你的解法。晚辈不明白。虽然我曾起誓，不对任何人说出海牙真相，但不包括死人。如果你喝下去，会有1刻时间可活。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向我提问3个问题。你若不疑，那我便疑。这样就省得夜煞动手。我也好和你师父早些见面叙叙旧。你认为如何？你刚才那番话，我只认可4个字：人心诡变。就如同你是不是夜煞一样，我无法验证，也不愿验证。不如来个干脆，谁死谁活，一目了然。你有10息的时间，可以考虑。胡大人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
一。小友，这是何意啊？到底饮还是不饮？此水，我饮。你真的敢喝？但饮之前，晚辈有3个要求，就当临终所愿，还望吴大人成全。行，说来听听。第一，还望吴大人信守承诺，晚辈要问的3个问题不能有一丝隐瞒。那是自然。第二，我死后，烦请吴大人去通知神不营钟雪曼前来收尸，将我的尸体完好无损地交还于他。好。第三，晚辈出来查案之事，事关重大，绝不能让外人知晓。晚辈可以死，但绝不能连累神不营的同僚。还望吴大人替晚辈保密。有情有义，我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你时间不多了，有什么话尽管问。参方甲是否屠戮海牙？那年我在参方甲任军师，杀戮之事是真的，我也亲自杀过海牙的百姓。参方甲为何要对海牙百姓下手？此事异常复杂，说来话长，你不够时间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只能对你说，这件事不得不做，那些人不得不杀。军中是否还有参方甲和当年海牙带回来的孤儿？在天书阁天字号房第12个书架上，有一本海牙孤儿的名册，那里记载了幸存的参方甲和收养的孤儿。我告诉你这些，你也不可能去找到。我要提醒你的是，你我今天的交谈，哪怕你是做了记录，在你死后，我也会把这些碎布焚烧。我劝你还是留点时间，尽快留下遗言，我好转达钟雪曼。你这是？神兵不怪，执行任务时都会随着血带拉弯，其于危急时刻将重要信息藏于体内。也有的人会把它当作艺术，这些习惯我一直保留着。吴大人，您一生忠于信义，您不会食言吧？没想到你在实习时间已经想好了对策。老夫走遍天下诸国，见过无数英雄豪杰，但今天我不得不对你萧北宁说声佩服。秘密可以烂在肚子里，但真相它不能。来人！大人，去神不营找钟雪曼。是。秘密可以烂在肚子里，真相却不能。云赤修，你教了个好徒弟呀！
醒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妹，我怎么回来的？有2个农夫来神捕营找我，说是有要事，结果我并未见到2人，只看见一辆马车，发现你在车中昏迷不醒，身上也没有伤，我就把你抬回来了。哎，你先坐着别动，我叫童双去找风清浊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疯子，疯子，快来了，快！大哥，你醒了？身体无大碍。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去找吴追了吗？见到人了吗？我见到了。这是吴大人给了我个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师妹，你帮我去趟天书阁，去取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。小心台阶，什么快？里面请，什么快？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下来，什么快？换作是我，一定不敢喝那杯毒水。我现在没事，就证明吴大人心中对海牙之事有所动摇。之前种种行为，不过是在试探我罢了。向死而生，居然用死来考验人心，还真是个捉摸不透的狠角色。哎，这个死无追竟敢让你服毒！你先别激动，坐下。我不是验过了吗？没毒。那要是真的呢？我大哥不就没命了吗？这不没事吗？现在什么考验？要是下次我见到他，定个他2拳。童双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坐下。那个吴追说的海牙孤儿的名册上，会不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人？等师妹回来再说吧。天字号房第12个书架上有一本海牙孤儿的名册，